我弟妈，看完之后我直接 emo 了，感觉智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故事开场就是王炸，女主林婉直接把老公顾宇轩告上法庭，要求离婚，并且让他净身出户。理由嘛，我一听，我的头快要裂开了。她说她老公婚内出轨，出轨对象是一个人偶。傻子，你没听错，我也没说错，就是服装店里那种塑料模特。我直接一个好家伙，这年头连人偶都要出来卷小三的业务了吗？这 KPI 压的也太紧了吧！法庭上，男主顾宇轩那叫一个委屈，声泪俱下的表演，说自己结婚3年，不是加班就是陪老婆，对他倾尽所有，甚至还把自己的一个肾换给了他。他真的，我哭死。然后他反手就是一个倒打一耙，说女主不仅背叛婚姻，还想图谋他顾家的财产。有一说一，这波卖惨加甩锅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强烈建议纳入年度下头男行为大赏。镜头一转，回到结婚纪念日宴会，女主当着所有宾客的面直接掀了桌子，许愿结束这场令人作呕的婚姻。这姐妹儿是真刚啊，一点面子不给。男主还在那儿演呢，说老婆你别闹，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女主直接开喷，说你一边扮演深情好老公，一边出轨你办公室里的人偶，不累吗？我的妈，这剧情比我打 Apex 碰到2个挂机队友还让人绷不住。这时候，一个自称是男主妹妹的女助理苏妍跳了出来，疯狂给男主打辅助，对着女主就是一顿疯狂补刀，说女主是乡下来的野丫头，忘恩负义，要不是男主你连站在这儿的资格都没有，巴拉巴拉的。懂的都懂，这种我只把她当哥哥的妹妹，战斗力通常都爆表。男主呢，还在旁边和稀泥，说她是我妹妹，你要是不喜欢那个人偶，我处理掉就行了。听听这茶言茶语，绝绝子。更逆天的是，男主那边还放出了女主在酒店门口和别的男人搂抱的监控，试图证明是女主先出轨。好家伙，这波攻防转换直接把水搅浑了。亲朋好友们也开始站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整个场面堪比菜市场强打折鸡蛋，哈人的很。终于，剧情回到了最炸裂的法庭对决，男主方先手开大，放出了女主和男人拥抱的视频。结果呢，法官大人明察秋毫，判定这属于正常社交，不能算证据。我靠，这一波致命空大，直接把男主和他那个 MVP 辅助给整不会了。轮到女主回合了，她直接表示，我手里的视频可比你们的刺激多了。然后屏幕上就出现了让全场观众瞳孔地震的一幕，男主顾宇轩正对着一个人偶模型上下其手，嘴里还念叨着你好骚啊这种虎狼之词。我特么也惊呆了，这哥们儿的 XP 系统有点超前啊。男主全家都绷不住了，他妈说女主恶毒，败坏顾家名声，他爸说要让女主付出代价，那个好妹妹助理更是跳脚，说女主偷拍违法。而男主本人呢，又开始了他的神级演技。他说，我早就知道你出轨了，我精神状态不好，太爱你了，才把人偶当成了你来寄托思念。你听听，这是人话吗？这逻辑，古有赵括纸上谈兵，今有我宣总土上谈情啊。更离谱的还在后头，就在大家被这套说辞搞得晕头转向时，视频里的人偶，他居然动了！我的妈呀！法庭秒变走进科学现场，吃瓜群众都开始怀疑是不是闹鬼了。这时候，男主为了自证清白，让人把那个小三人偶抬上了法庭。概不一掀，好家伙，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塑料假人，跟我家楼下服装店里的一模一样。这下轮到女主懵逼了，全场风向再次逆转，所有人都觉得女主在无理取闹，伪造证据。就在我以为这出闹剧要以女主惨败收场时，男主突然掏出了一个遥控器，他得意洋洋地宣布，这根本不是普通人偶，而是他从国外定制的，采用了最先进仿生学技术的机器人。为了方便他这个国内顶尖设计师搞创作，视频里他会动，都是因为他在遥控。我直接一个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啷个回事？一个服装设计师跨界研究上机器人了？你这是服装设计还是军火研发啊？女主显然也不是经验宝宝，她立刻反击，既然是这么牛的机器人，那你现在就让他照着视频里的动作再表演一个给我开开眼。男主一下就卡壳了，支支吾吾地说，哎呀，他送来的时候有点失灵，正准备送去国外维修呢，你觉得我信吗？这借口找的，
比我编的请假理由还拙劣。女主也直接戳穿了他，断言这个法庭上的塑料疙瘩和视频里那个灵活的小三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那么问题来了，小伙伴们可以把猜测打在弹幕上，真正的小三到底去哪儿了？这出轨的尽头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科技的沦丧？咱们下期接着盘。